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独家播放的古典音乐简本，复杂与精致。这是简本出版社独家授权的，您可以在亚马逊书店购买此书。我们在节目留言区有购书连结。介绍：古典音乐是一种起源于西方文化的音乐流派，它的典型特征是复杂的，通常是复杂的和声结构和对位，以及共同的主题和旋律主题。古典音乐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主要内容，其影响可以在其他类型的音乐中看到，例如爵士乐和摇滚乐。尽管古典音乐历史悠久，但今天仍然很受欢迎，定期创作和演奏新作品。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克拉斯音乐的知识，这本书是一个完美的起点。它涵盖了从音乐创作的基础知识到流派历史的所有内容，并包括各种各样的聆听事例，以说明您欣赏音乐。无论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乞丐，还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听众，你都会在这本书中找到你需要知道的关于古典音乐的一切。什么是古典音乐？古典音乐是一种起源于西方文化的音乐流派，它的典型特征是复杂，通常是和声，并专注于旋律和形式结构。古典音乐一词可以指在特定时期产生的艺术音乐，通常是17至19世纪的西方艺术音乐，也可以指更一般的定义，涵盖从中世纪到现在的所有西方艺术音乐。古典音乐包括器乐和声乐，通常具有复杂的结构和精致的装饰。有许多不同的古典音乐风格，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古典音乐和浪漫主义时期。这些风格中的每一种都以特定的作曲技巧和表演方式为特征。古典音乐通常在音乐厅和歌剧院以及教堂和室内等较小的剧院演出。虽然古典音乐通常与高雅文化有关，但所有社会阶层和背景的人都喜欢古典音乐。它可以是放松的源泉，也可以是灵感的源泉。许多人听古典音乐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注意力和生产力。古典音乐是一种多功能的流派，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无论您是在寻找一件可以说明您放松的作品，还是正在寻找一些激发您灵感的东西，古典 music 都能提供一些东西。古典音乐是一种起源于中世纪晚期或文艺复兴早期欧洲的艺术音乐形式。它的典型特征是用于独奏乐器或小型合奏的复杂、高度技术性的作品，通常具有精致的和声和对位。古典音乐因其美丽和情感而广受赞誉，并对后来的音乐流派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伟大的古典作曲家，如巴赫、贝多芬和莫扎特，即使在那些不太喜欢古典音乐的人中，也是家喻户晓的名字。尽管他的名字，古典音乐不仅限于古典时期，大约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音乐。它可以包括早期音乐以及受古典传统启发的最新音乐。如果您是古典音乐的新手，或者只是想了解更多有关它的资讯，本指南将告诉您需要了解的所有资讯。古典音乐简史。Classical 音乐是一种起源于中世纪时期西方的音乐流派，它的特点是复杂的结构和和谐，经常与西方世界的艺术音乐联系在一起。古典音乐一直是其他流派音乐，如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的主要灵感来源。古典音乐一词的使用方式多种多样，它可以指代从中世纪到现在的所有西方艺术音乐，也可以更狭义地用来指代巴洛克和浪漫主义时代之间的音乐。古典音乐的第一个主要时期是中世纪时期，从5世纪持续到15世纪。这一时期见证了格里高利圣歌的发展，这是一种在天主教会演唱的早期宗教音乐形式。古典音乐的第二个主要时期是文艺复兴时期，从15世纪持续到17世纪。这一时期见证了复调或多声部音乐的发展，这些音乐被乔瓦尼·达·帕莱斯特里纳等作曲家用于神圣音乐。古典音乐的第三个主要时期是巴洛克风格，从17世纪初持续到18世纪中叶。这一时期见证了管弦乐和歌剧的发展。许多最著名的古典作曲家，如巴赫、维瓦尔第和亨德尔，都在此期间生活和工作。古典音乐的第四个主要时期是古典时期，从18世纪中叶持续到19世纪初。这一时期见证了奏鸣曲和交响乐的发展。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等作曲家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人物。古典音乐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主要时期是浪漫主义时期，从19世纪初持续到20世纪初。这见证了节目音乐的发展，或者讲故事或描绘画面的音乐。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和马勒等作曲家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人物。古典音乐是一种可以追溯到18世纪优美的音乐类型，它的特点是使用古典乐器，如小提琴，并专注于旋律和和声。古典音乐通常被视为比其他类型的音乐，如流行或摇滚，更复杂和严肃。尽管古典音乐享有盛誉，但实际上很容易获得。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古典音乐，从活泼和乐观到缓慢和内省。
虽然有些古典作品可能很长，但其他作品很短。无论我们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件经典的作品让你喜欢。如果你是古典音乐的新手，一个好的起点是沃尔夫冈·阿马迪斯·莫扎特的作品。莫扎特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他创作了各种各样的流派，包括小声曲、歌剧和钢琴协奏曲。他的音乐以其美丽和优雅而闻名，通常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音乐之一。另一位伟大的古典音乐作曲家是路德维希·凡·贝多芬。贝多芬是一位德国作曲家，以他的9部交响曲而闻名。他是莫扎特的同时代人，和莫扎特一样，他的音乐以其美丽和优雅为特征。如果您正在寻找更现代的东西，您可能想尝试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拉赫玛尼诺夫是一位生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俄罗斯作曲家，他的音乐以其情感力量和强度而闻名，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古典音乐之一。无论您对音乐的品味如何，Ray 都一定会成为您会喜欢的古典作曲家。古典音乐是一种适合每个人的流派。3. 不同类型的古典音乐。古典音乐通常分为4个主要时期：早期音乐时期，包括中世纪500-1400和文艺复兴1400-1600时代，以及共同实践时期，包括巴洛克1600-1750、古典1750-1820和浪漫1820-1910时代。大多数古典音乐是为4个主要乐器组之一创作的：弦乐，包括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木管乐器，包括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和巴松管；铜管乐，包括小号、长号和大号；和打击乐，包括定音鼓、木琴和三角形。还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合奏或乐器组可以编写古典音乐，包括独奏乐器、2重奏、3重奏、4重奏、5重奏和较大的合奏，如交响乐团，可以有超过100名音乐家。古典音乐是一种起源于中世纪时期欧洲的音乐流派，它的特点是复杂、错综复杂的旋律和和声，以及广泛的动态。古典音乐对西方音乐产生了重大影响，塑造了西方音乐的发展，并为随后的许多流派奠定了基础。古典音乐起源于中世纪时期，当时作曲家开始发展复杂的复调旋律。这些早期的作品通常由一群演奏不同乐器的音乐家组成，每个人都演奏不同的旋律。古典音乐的发展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响，当时作曲家开始为特定乐器创作音乐，以及巴洛克时期，作曲家开始为大型管弦乐队创作。古典音乐的特点是复杂的旋律和和声，以及广泛的动态。作曲家经常使用对位，其中2个或多个旋律线组合在一起。古典音乐也利用纹理，其中各种音乐元素组合在一起，创造出复杂的整体声音。古典音乐最重要的形式是交响乐。交响乐是管弦乐队的大型作品，通常分为4个乐章。第一乐章和最后一乐章通常节奏较快，而中乐章节奏较慢。其他重要的古典形式包括协奏曲、奏鸣曲和歌剧。古典音乐传统上分为4个不同的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古典时期。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惯例。中世纪时期约476-1400的特点是简化和缺乏和谐。这一时期的作曲家为特定的乐器创作音乐，通常只使用一条旋律线。文艺复兴时期约1400-1600年的特点是复杂性增加，更加注重和谐。这一时期见证了新的音乐形式的发展，例如牧歌和 motet。巴洛克时期约1600-1750年的特点是宏伟的作品，通常具有复杂、华丽的旋律。古典时期约1750-1820的特点是回归简单和平衡。这一时期见证了交响乐和奏鸣曲等古典形式的发展。今天，古典音乐仍然是西方音乐传统的主要力量。许多最受欢迎的管弦乐团，如纽约爱乐乐团和伦敦交响乐团，都演奏古典音乐。古典音乐也在世界各地的歌剧院和芭蕾舞团中广泛演出。4. 伟大的古典作曲家。伟大的古典作曲家是一群活跃在古典时期的作曲家。这一时期从18世纪末持续到19世纪初。伟大的古典作曲家是一群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背景和国籍。然而，他们都对音乐有着共同的热爱和对作曲的热情。最著名的古典作曲家是沃尔夫冈·阿马迪斯·莫扎特。莫扎特1756年出生于奥地利。他从小就开始作曲，到20多岁时，他已经创作了一些最著名的古典作品，如《费加罗的婚礼》和《魔笛》。莫扎特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创作了600多首音乐。他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古典作曲家之一。其他著名的古典作曲家包括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约翰·塞巴斯蒂安·
巴赫和弗雷德里克·肖邦。贝多芬于1770年出生于德国，他最出名的是他的交响乐和钢琴奏鸣曲。巴赫1685年出生于德国，他以他的宗教音乐而闻名，如《基督受难记》和圣诞清唱剧。肖邦于1810年出生于波兰，他以钢琴音乐而闻名，如 C 小调前奏曲和 A 小调华尔兹。伟大的古典作曲家是西方音乐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的音乐今天仍然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喜爱。古典音乐是一种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的音乐流派，它的特点是其复杂、通常华丽的结构以及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等古典乐器的使用。古典音乐通常被视为最高形式的音乐，其作曲家通常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贝多芬、莫扎特和巴赫只是最著名的古典作曲家中的几位。古典音乐不限于任何一种风格或时期，但它通常分为主要的音乐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古典时期。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音乐风格，每个作曲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中世纪时期是4个时期中最早的时期，其特点是使用平歌或单音音乐。这是教会的音乐，它通常非常简单和优雅。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作曲家是谢尔德加德·冯·宾根。文艺复兴时期的特点是复调音乐或具有多个部分的音乐。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它通常非常复杂和华丽。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作曲家是 Joaquin da Prez 和 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巴洛克时期通过使用对位或2条或多条旋律线的组合来加速。这是巴洛克的音乐，它通常非常复杂和戏剧化。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作曲家是巴赫和亨德尔。古典时期是4个时期的重奏，其特点是使用奏鸣曲形式或2个以上对比主题的组合。这是古典时期的音乐，往往非常优雅和内敛。最著名的作曲家是海顿和莫扎特。5. 古典音乐的乐器。古典音乐中的乐器有4个主要家族：弦乐家族、木管乐器家族、铜管乐器家族和打击乐家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和感觉，一个家族内的每种乐器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弦系列由具有琴弦的乐器组成，琴弦紧紧地拉伸在共鸣室上。最常见的弦乐器是小提琴、中提琴、细胞欧和低音提琴。这些乐器用弓演奏，每种乐器都有独特的音域和音色。木管乐器家族由带有簧片的乐器组成，簧片振动以产生声音。最常见的木管乐器是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和巴松管。这些乐器用吹嘴演奏，每种乐器都有独特的音域和音色。铜管系列由具有黄铜管的乐器组成，黄铜管振动以产生声音。最常见的铜管乐器是小号、长号和大号。这些乐器用吹嘴演奏，每种乐器都有独特的音域和音色。打击乐家族由乐器组成，当它们被击打、摇晃或摩擦时会发出声音。最常见的打击乐器是鼓、钹和木琴。这些乐器是用棍子、手或其他物体演奏的，每种乐器都有独特的音域和音色。古典音乐是产生或植根于西方音乐传统的艺术音乐，包括礼仪、宗教和世俗音乐。虽然更精确的术语也用于指代1750年至1820年古典时期的时期，但本文是关于从西元6世纪之前到现在的广泛时间跨度，其中包括古典时期和其他各种时期。这一传统的核心规范在1550年至1900年之间被编纂成法典，这被称为共同实践时期。作曲家使用西方五线谱向表演者指示一段音乐的音高，形成旋律、速度、仪表和节奏，这样可以减少出错的余地，并使作曲家能够更好地控制作品的性能。相比之下，爵士乐和流行音乐表演者通常被期望即兴创作或增加曲调的旋律和声和措辞。6. 交响乐团。交响乐团是一个大型乐团，通常包含50到100名音乐家。交响乐团中的乐器分为4个部分：弦乐、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弦乐是管弦乐队最大的部分，由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组成。木管乐器包括长笛、短笛、双簧管、英国号、单簧管和巴松管。铜管部分由小号、长号和大号组成。打击乐部分包括定音鼓、军鼓、低音鼓、钹和各种其他打击乐器。交响乐团由一名指挥家领导，指挥家负责带领音乐家，并让他们一起演奏。指挥通常站在管弦乐队前面，使用各重手势向音乐家指示何时开始和停止演奏，以及演奏的声音或柔和程度。交响乐团是西方古典音乐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最伟大的古典作曲家，
如莫扎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都是专门为交响乐团创作的作品。交响乐团仍然是当今古典音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经常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听到。古典音乐是一种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音乐流派，它的典型特征是 complex， 具有复杂旋律线条的高度结构化作品。自文艺复兴以来，古典音乐对西方艺术音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古典时期，作曲家开始尝试新的音乐形式，包括奏鸣曲和协奏曲。他们还开始为不止一种乐器创作音乐，并使用更广泛的动态。古典音乐也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作曲家开始使用新乐器，如钢琴和管弦乐队。在20世纪，古典音乐进一步受到录音技术的出现和流行音乐的兴起的影响。古典音乐在21世纪不断发展，作曲家为电影和视频游戏等新媒体写作。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古典音乐，从格里高利圣歌的古代音乐到约翰凯奇的现代音乐。古典音乐可分为4个主要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古典时期。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每个时期内也有许多子流派。一些最受欢迎的古典作曲家包括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和莫扎特。古典音乐经常在音乐厅和歌剧院演出，在餐馆和商店中作为背景音乐也很受欢迎。也可以在家中通过听录音或观看现场表演的视频来欣赏。7、歌剧。古典音乐是一种起源于西方的音乐流派，特别是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它后来发展成各种形式，如巴洛克、古典、浪漫和现代古典音乐。Opera 一词源自意大利语中的工作一词，它是拉丁语劳动和希腊语艺术的梳理。歌剧是一种艺术形式，其中音乐、戏剧和舞蹈相结合，以讲述一个故事。歌剧起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并迅速传播到法兰西斯、德国和英国等其他国家。它在19世纪以瓦格纳和威尔第等作曲家的作品达到顶峰。歌剧通常在歌剧院演出，歌剧院是专门为歌剧设计的剧院。舞台通常很大，前面有一个乐池，管弦乐队坐在那里。歌剧中的主角是歌手，他们由管弦乐队伴奏。歌手分为2组，独唱和合唱。独唱者演唱主要角色，合唱团在背景中演唱。歌剧通常用外语演唱，例如意大利语或德语。这是因为歌剧的文字比音乐更重要。歌剧是一种非常流行的古典音乐形式，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喜欢。古典音乐是一种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音乐流派，它的特点是使用复杂且通常冗长的作品，专注于旋律和和声，以及使用对位和复调。古典音乐通常被认为是西方音乐的巅峰之作，并对爵士乐和摇滚乐等其他流派产生了影响。古典音乐传统上分为2个主要时期，从11世纪持续到14世纪的中世纪时期和从14世纪持续到17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古典音乐史上的其他重要时期包括从17世纪持续到18世纪初的巴洛克时期，以及从18世纪中叶持续到19世纪初的古典时期。关于古典音乐要了解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它通常由管弦乐队演奏。管弦乐队是演奏各种不同乐器的音乐家。这些乐器包括弦乐如小提琴和大提琴，木管乐器如长笛和双簧管，铜管乐器如小号和长号，和打击乐器如鼓和钹。古典音乐通常分为4个主要部分：前奏曲艺、赋格、奏鸣曲和协奏曲。前奏曲是一首简短的介绍性作品，通常在主要作品之前演奏。赋格曲是一种对立作品，其中2个或多个声音唱或演奏相同的旋律，但在不同的时间开始。奏鸣曲是1个或多个乐器的作品，通常分为3个或4个乐章。协奏曲是一首或多件独奏乐器的作品，通常由管弦乐队伴奏。了解古典音乐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它通常非常情绪化和表现力。作曲家经常通过音乐传达他或她的感受和情绪，听众通常也能够感受到这些情绪。古典音乐通常被视为非常复杂和难以理解，但是如果您花时间聆听并了解它，实际上很容易进入。有许多资源可以说明您了解古典音乐，例如书籍、网站，甚至在线课程。芭蕾舞。芭蕾舞是一种表演舞蹈形式，其特点是动作优雅和精确。芭蕾舞由训练有素的舞者表演，他们遵循一组精确的动作。芭蕾舞这个词来自法语单词 dance， 芭蕾舞演员。芭蕾舞表演通常由一系列短舞或需要快速改变姿势的舞蹈组成，称为足尖舞。芭蕾舞中的足尖工作是在脚趾尖上进行的。最受欢迎的芭蕾舞剧是《胡桃夹子》、《天鹅湖》和《睡美人》。9、电影中的古典音乐。
古典音乐从电影的早期就被用于电影中，它可以用来创造各种情绪，从惊悚片的悬念到时代剧的优雅。古典音乐在电影中最著名的用途包括《惊魂记》中的淋浴场景、《红鞋》中的舞厅场景以及《教父》的片头字幕。最近的例子包括在电影《发条城》中使用贝多芬的《欢乐颂》，以及在电影《牌》中使用巴伯的 Adagio for Strings。古典音乐也可以用来提供时间和地点感。例如，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在电影转捩点中的使用设定了芭蕾舞界的动作。古典音乐在电影中的使用不仅限于管弦乐作品，索尔或钢琴曲，如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和雨滴前奏曲，在电影中也发挥了很好的效果。古典音乐在电影中最动人的用途之一是在电影《大象马》中使用巴赫的 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该组曲是在主角约翰梅里克被变成象人的场景中播放的。在电影中使用古典音乐可以对观众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可以创造一种紧张感、美感或忧郁的神圣感。它也可以用来唤起特定的时间或地点。如何听古典音乐？假设你想让一个小伙子讨论如何听古典音乐，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听古典音乐，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欣赏它，具体取决于您在音乐中寻找的内容。以下是一些关于如何充分利用您的音乐体验的建议。首先，重要的是要找到您想听的自己喜欢的作品的录音。同一首音乐有许多录音，它们听起来可能彼此非常不同。如果您不确定从哪里开始，请向朋友或音乐商店店员寻求建议，或在线查找评论。一旦你有了你喜欢的录音，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坐下或躺下，并确保你不会被打扰一段时间。关闭手机和任何其他远端操作，闭上眼睛，深呼吸几次，然后只需倾听即可。让音乐冲刷你，带你踏上旅程。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思绪在走神，那是完全正常的。只需轻轻地将您的注意力带回音乐上。您可能想多次听同一首曲子才能真正了解它。古典音乐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欣赏，没有一种正确的方法来倾听它。只要找到你喜欢的录音和一个舒适的地方坐下，让音乐带你离开。结论：古典音乐是一种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的音乐流派。它的特点是其复杂的旋律和和声，通常被认为是最复杂和最美丽的 music 形式之一。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古典音乐的知识，这本书是一个完美的起点。它涵盖了从流派历史到不同作曲家及其作品的所有内容。因此，无论你是古典音乐爱好者，还是只是好奇它的全部内容，这本书都有你需要知道的一切。